生活就如行船，总有逆风和顺风。无论你面对的问题是什么，无论你遭遇的困难是什么，解决的办法都是爱。解决每一种问题的真正方法，都是来自于爱。今天我们来分享一本书，叫《芭芭拉·安吉丽斯》，身心灵界最重要的畅销书作家。芭芭拉在《爱是一切的答案》这本书中介绍了10个秘密，指引我们找回内心的自由与平安。本书不是教你改进自己，而是发现自己。不管遭遇什么，一切的答案都是爱。01MOREWISDOM 快乐的一切要素都在你心里，生活乃是由内而外。如果你很快乐，原因是你的心灵活动；如果你很悲伤，原因也是你的心灵活动。无论你面对的问题是什么，无论你遭遇的困难是什么，解决的办法都是爱。解决每一种问题的真正方法，都是来自于爱。对你的生活最有影响力的人，就是你自己。决定你是快乐还是不快乐的人，也是你自己。没有你的许可，任何事物都不能让你快乐。没有你的许可，任何事物都不能让你不快乐。没有人能夺走你的快乐，你的狂喜。夺走的人是你，因为你把狂喜建立在别人身上。你无法预防洪水，但你能学着建造方舟。当你学会如何触引内心的喜乐之井，你就会体验到自给自足的感觉。内心的快乐、满足与狂喜的源头究竟是什么？它超越我们的性格、行动、思想与感受。它被称之为天国、灵魂的源头，或是佛陀的本质。它在你心中，是你生命里重要不变的核心。它是你的良知、热情、平安与爱。它就是真实的你，潜藏在所有的恐惧、模式、健忘和情绪创伤底下的那个你。当你学会如何触引内心的喜乐之井，你就会体验到自给自足的感觉。你永远无法从外在的成就或环境里得到这种感受。这并不表示，就情感和日常事物来说，你再也不能享受外在降临的事。你只是不再依赖他们，靠他们来追求快乐。你不再是环境的囚犯。你知道，你的充实感源于自身。如此，你就得到了人类的真自由。生活的目的是成长，成为你力所能及的最好模样。生活的目的就是把自己拼装起来的过程，而不是已经完成的东西。生活的目的不是让外界的一切看上去很完美，而是在内心成长，让命运中发生的事件运行，从中学会耐心、勇气与自我接纳。生活对我们施加压力，向我们提出挑战，让我们暴露在成长所需的环境中，使我们变成能力所及的最有爱心、最有智慧的人。当你认为生活的目的就是去做、去取得、去完成，要是没有得到预期的结果，你便会觉得自己失败了。当你明白，生活是一间教室，在这里，成功的意义是成长，尽力成为最好的人，你会开始用一个完全不同的角度评估你和你的体验。与其把成功的定义看成达到或获取的东西，何不重新界定成功，用每日的成长来看待自己。如果你今天学到了关于自己的一件事，这就是成功的一天。如果你对人对事的做法比以前稍微好一点，这就是成功的一天。如果你对别人或自己更热情、更有耐心，这就是成功的一天。
如果你对某个人或某一件事多了一点了解，这就是成功的一天。如果你没有陷入过去不健康的行为模式或思考模式，选择新的想法，这就是成功的一天。如果你对别人或自己很和善，这就是成功的一天。如果你没有把每件事都做得很完美，但你还是爱自己，这就是成功的一天。如果你感激上天赐给你的这个礼物，让你活着，有机会学习与成长，这就是成功的一天。如此，你的生活就不再有糟糕的日子或美好的日子，而是成长的比较多或是比较少的日子。但是它们全都是成功的日子。学着爱自己，表示你开始通过上帝的眼睛看自己。我们不看过失，只看你学到了哪些功课，或是尚未学会哪些功课。过失就是学会某种功课。如果我们犯同样的错误，就表示功课没有学好。但是我们要相信，我们会得到一次又一次的机会，直到学会为止。03改变是无法避免的，所以别再抗拒。顺服于生活之流吧。宇宙中没有任何事物是不变的，改变是无法避免的。因此，生活中的一切都不持久，都在不停的改变。没有任何事物能够长久的保持原貌。生活的目的不是让每一件事井然有序并维持原样，这不叫活着，这叫停滞不前或死亡。让生活维持稳定，不肯迎向改变就会招致痛苦。所有的成长和成就都包括承担风险，所以要离开你的舒适区，至少是暂时的，一跃而过，投入未知。我们必须学习跟未知交朋友。当我们抗拒改变，把眼前的东西抓得太紧，拒绝放下的时候，恩典就无法轻易地进入我们的生命。我们了解生活的本质就是改变之后，无论改变是大是小，都能不再抗拒必然发生的改变，并学会服从于内心与外界的自然律动。当你觉得自己一直在抗拒，生活停滞不前，没有发生任何新的事情，这就表示时候到了，你应该排除某些东西。你必须为新的情境挪出空间。放下对你不再有用的东西，会使你敞开心扉，接受生活为你准备的新礼物。04 MOREWISDOM 一切障碍都是隐藏的功课，敬重他们，向他们学习。障碍不是必须除去的敌人，而是隐藏的朋友，它带来智慧和领悟。当你把这些带来礼物的朋友当成强盗，你就收不到他们送来的宝藏。障碍不会自动解除，除非把应该传授的东西都交给你了。碰到障碍时，你不必喜欢他们，但你要敬重他们。如同小溪里的水流，你要让自己变得柔和，绕过你的障碍。然后，就在你的眼前，新的方向和智慧将要出现，等待着你，让你去发掘。如果你要为你的问题祷告，那么你应祈求得到智慧，得以发现障碍中的礼物，祈求得到勇气，让你能诚实面对自己，并看到障碍要你让的灵魂学到的功课，祈求让你学会敬重障碍。憎恶障碍永远不能给我们力量，我们真正的力量来自每一次的横逆经历里，找到功课和礼物，并且深深感激。遇到障碍时，问问自己，我如何能一分为二，找出对自己有益的做法。这个危机向我显示了什么道理？在我的生命中，这件事为什么是必须发生的？我如何能自觉地经历这件事？我该如何借着它得到成长？
我能够学到什么？05MOREWISDOM，你的心创造出对现实的体会，所以让心灵成为你的朋友。你有没有注意到你的心在这么做？如果你相信某一件事，就会寻找证据来支持这个信念，排除其他的想法。你的心永远在寻找证据，来证明它是对的。在我们的生命里，有许多事情表面上看起来很真实，其实只是蒙昧心灵的投射。你的心拥有无限的力量，在每一刻，借着诠释、投射和反应，创造出你的现实。凭由他自己，你的心给你无限的痛苦或满足。它可以禁锢你，也可以释放你。一个失控的心灵可以把中性的刹那经验变成痛苦的一刻。它可以无中生有，可以创造出悲惨世界。由于你的心创造出你对现实的体验，你必须学着跟心灵交朋友。跟心灵做朋友意味着，你要用建设性的方法，而不是毁灭性的方法，来运用这股力量。与心灵成为朋友的2个步骤：一、觉察你的心在做什么，它是如何变成你的敌人的；2、选择对你有益的想法。学着观察你的想法，而不是认同他们。经常练习从目击者的角度观察生活，就能观看心灵和它所有的活动，而不被每一个心念牵引。当你发现你的心往特定的方向前去，问问自己，我想跟着这个想法走吗？这个念头要把我带到哪里去？大笑喜乐还是悲惨？力量还是恐惧？孤立还是爱？我想到那里去吗？如果你认定这个念头要带你去的地方，你并不想去，这时你只要用另一个积极支持自己的想法取代先前的念头就好。我们以为借着思考来严厉的批判对方，就能真的伤害到这个人。事实恰恰相反。每一次你沉溺在对别人的负面看法里时，你就是在污染自己的意识。你对别人的负面看法不会伤害他们，这些念头却会伤害你。你的想法会让心灵发生内在的震动，同时会吸引类似的心灵能量。当心里有许多没有解决的愤怒时，你会吸引愤怒的情境和有知音的人。要是你抱着积极乐观的态度，你就会把别人心里的爱引导出来，创造出和谐的环境。06MOREWISDOM， 恐惧会偷走你的生命力，所以让你的勇气大过恐惧。恐惧乃是出于爱，出于你自己的心灵，为了保护你，使你不致痛苦。心灵根据过去你受到伤害的经验，让你远离他认为可能会伤害你的情境。恐惧表面上是保护我们，使我们不受伤害，但实际上，它夺走了我们对生活的热情。自由并不表示心里没有恐惧，它表示不在乎恐惧，该做的还是去做。恐惧不会消失，你面对它的态度却可以改变。无论何时，只要你觉得害怕，就对自己说，我有恐惧，可是我不等于我的恐惧。我是观察恐惧的人。把自己变成恐惧的目击者，而不是恐惧本身。在你的生命里，你想做某件事，却没有采取行动；你想做某些改变，却没有着手开始；你必须跟某些人谈谈，却没有开口；你想承担某些风险，却没有去冒险。也许你长久以来一直渴望做这些事，却一直耽搁下来。是什么因素阻止了你？是你的恐惧。恐惧不只是拉住你，
还会偷走你的热情、自由和生命力。你的心为什么要阻挡你，不让你做某些事呢？因为心灵的真实本质是爱，他爱你。心灵用什么方法保护你，不叫你经历他认为会伤害到你的事情？他用的办法是恐惧。这个是一个非常神奇的启示。恐惧的源头不是厌恶自己，也不是自卑自弃，而是爱。恐惧只是一种工具，你的心借着它来警告你。记住，你的恐惧之所以出现，不是为了成为你的敌人，而是要保护你，让你避开痛苦。然而，它最终也使你远离快乐。它破坏你的梦想，消灭你的自由。恐惧使我们远离当下，把我们投射到一个想象的未来里。在那里，我们觉得灾难会降临到自己身上，但所害怕的事情却很少真的发生。07MOREWISDOM 先爱自己，才能付出真爱，并接受别人的爱。我们感受到的别人的爱，其实是来自我们自己心里的爱。你的心把你的爱加注在这个人身上，仿佛他就是付出爱的人。然而你才是这份爱的源头。爱不是从外界进入你的生命，爱来自心中，由内而外。当你知道如何由内而外充满自己，就能用充实的心与内在的满足，进入外在的人际关系。别人会感觉到你的充实与满足，并且有所回应。没有人能满足你，你必须找到自己心中的爱。当你发现心中有一份属于自己的永不枯竭的爱时，你会体会到一种自由，别人永远无法夺走它。无论环境如何，你将拥有活在爱里的自由。爱源于你自己，它真实而自由，它与你同在，没有人能夺走它。邀请别人进入你的爱，不要寻找他们的爱。你才是爱的源头。无论遭遇什么事，只要在过程当中爱自己，这是一种方法，它让你敬重你本来的样子。你就是爱，你就是爱，你就是爱。我们认为，我们的爱能离开自己的心灵，进入别人的心，就像朱雀一样，给对方注入新生命。但是他做不到。你的爱可以唤醒对方的爱，使他从沉睡中醒来。但是你的爱无法跟人交换，无法满足对方的空虚。当然，对方的爱也是如此，没有人能满足你。你必须找到自己心中的爱。别人给你的爱，不会超过你早就拥有的。你拥有的最重要的关系，就是跟自己的关系。你必须和解的最重要的关系，就是跟自己的关系。你真正要的爱的人，就是你自己。我们大多数人爱自己都是有条件的，我们会在自己成功的时候爱自己，在自己一切顺利的时候爱自己，但是一旦遭遇困难，感觉害怕的时候，我们就变得不爱自己了。这就像是我们列出了许多条件，我们必须一一做到，才有资格得到自己的爱。爱自己意味着，你要爱自己本来的样子。它表示，在欢乐和痛苦的时候，在害怕和胜利的时候，都要接受自己。它表示，你要温柔地对待自己，不要为了心中的感觉而惩罚自己。它表示，你要让你做你自己。当你做到了，你就会更快速地超越种种经历。爱自己意味着，为了成长过程中表现出来的勇气，你会敬重自己。你敬重自己，因为你尽力改善自己。你敬重自己，
因为你有这么大的进步；你敬重自己，因为你在读这类书籍，因为你做了种种努力，让自己成为更有自觉和爱心的人；你敬重自己，因为你知道自己还困在这里，而且诚实面对各种状态，不轻言放弃。你为了自己走出的每一步而敬重自己，为了你走出的每一步而珍爱自己。当你跌倒时，你要爱自己；当你重新站起来时，你要爱自己。跟自己谈话，说出你希望别人对你讲的话语。如果你现在不能对你的心灵讲出这些话，即便别人有所表示，你也无法接受。你的话语和思想拥有极大的力量，每一句话，每个念头都很重要。所以，你要用甜蜜、亲爱的态度跟自己说话。你要做自己的情人。08MOREWISDOM 所有的感情都是镜子，所有的人都是老师。我们所爱的人如何教导我们？这种教导往往不是坐下来耐心说明你该怎么变成一个更有爱心的人，或是平静地指出你需要改进的地方。它是借着言语或行为，让你很难去爱他们，或是爱你自己。它借着种种行为，挑战你的能力，暴露你的弱点。它让你看到自己的软弱，把你拉离自己的核心，来帮助你成长。感情的终极目的是让我们成为更有爱心的人，让我们看清自己，看到自己缺乏爱心的地方，借此帮助我们成长。无论你的感情维持了的6分钟、6个月，还是6年，请记住，对方的出现是为了教会你某种功课。你从他身上看到的特质，大多是从他的心灵镜子映射出来的你自己。我们最大的爱的功课是，当时候到了，我们当中的一个爱的老师即将离去，我们了解该怎么放手，怀着热情、宽恕与感恩。在你的各种感情当中，最有挑战性的感情，也就是最能促使你蜕变的感情。他们完美地扮演讨厌的角色，迫使我更爱自己，成为更自觉的生命。迟钝的人让你学会耐心，愤怒的人让你学到沉着和静默，粗暴的人让你学到自重，封闭的人让你学到无条件的爱，欺诈的人让你学到操守，固执的人让你学到弹性，惊恐的人让你学到勇气。每当在别人激怒你、向你提出挑战的时候，就问自己，这个人被派来是要教会我什么？在这一刻，我缺少什么特质，因而感到痛苦？想想你所爱的人有哪些特点，让你觉得可憎、讨厌、恐怖、不可爱。想一想，他们可能是你自己的真实表现，你无法接受自己的这些特点，因而拒绝他们。你对这些人的反应越强烈，越可能表示他们所拥有的那些特点是你的一部分，是你隐藏在心底的个性。我们必须超越别人的表象或是过去的作为，记起他们本来的面貌。他们是纯净灵魂的展现，是我们的旅行同伴。他们来到我们的生命里，打扮成我们的情人、子女、父母或敌人的样子，但是他们存在最终只有一个目的，教导我们爱的功课。唯有当你在每一个人身上看到本质，看见上天宇宙本质时，你才能释放自己，让身边的人也得到自由。真正的自由源于面对生活的态度，而非生活加之于你的一切。你也许不能控制外界发生的事，但是你能控制内心的态度。真正的自由与外界发生的事情无关。
跟它紧密相关的是，你能否在每一刻找到这个礼物，运用每一段经验去学习，无论遭遇如何，都能保留自己的核心。爱与宁静的源头，从未离开你，是你离开它。湖水搅动，一无所见；湖水静默，一览无遗。找到核心的意思是，你要定期花时间，让心灵的湖水安静下来，让情绪反应的波涛归于平静。它超越你的被动反应，超越你的思考，它是经验的起点，是纯净才智与悟性的源头。你心中的这片静默之地，就是你的真智慧，你心中真实声音的源头。当你能静下来时，得到内心的声音，它就会引你走上正确的方向。你永远无法从外界得到这些东西，你返回内心，不是为了逃避，而是为了重新出发，得到更多的力量、热情与勇气，创造理想的生活。要想有效思考、行动、主动回应困境，你必须先把自觉拉回心中静默永恒的地方。之后，当你对外界采取行动时，你的想法与做法就会清晰有力。如何找到自己的核心，由内而外地主动生活呢？用某种形式，在生活中定期跟内心连接。你可以通过每天的静坐、祷告，或是花点时间安静地坐下来，闭上眼睛，察觉心念之间的静默。即使一天只花几分钟的时间，也会对你意识的品质产生明显的影响。当你展开一天的生活时，你可以记住这个原则：找到核心的意思是，对别人讲出重要的话语时，先停顿一下，进行关键的简报之前，花一点时间把自觉拉回心中，在行动反应之前，先回到核心，做出情绪主导的决定之前，停下来想一想。往里头走得越深，出来的时候，就会得到更大的成果和力量。你要踏出的第一步是，每当你觉得害怕、困惑、快要受不了的时候，就要重复以下的做法，找到核心，从这里出发。把这句话当作颂词，停下来做几次深呼吸，想象你的视线往回拉，或是往上抬，用欣赏电影的心情看看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走进目击者的意识，但是记得要找到核心，就能立刻改变你的感觉，停止习惯性的做出反应，而要从生活中抽离出来，离开种种行动，找到自己的核心。这个静默的所在是永恒不变的。从这里出发，我们才能看到真理；从这里出发，我们才能主动回应。MOREWISDOM 无论问题为何，答案都是爱。无论你面对的问题是什么，无论你遭遇的困难是什么，解决的办法都是爱。解决每一种问题的真正方法，都是来自于爱。更多的爱，而不是更少的爱；更大的热情，而不是更小的热情；更多的接纳，而不是更少的接纳。无论经历何种困境，我们都要爱自己；无论别人怎么挑战我们，我们都要爱他们；无论我们多想抗拒眼前的困境，我们都要爱他们。爱是走向满足的秘密途径。当我们爱当下的情境，就能体会到更多的爱。如果你的道路是爱，它会导向爱。爱你的过去，接受它，祝福它；爱你的现在，顺服于它，不要抗拒。如果你不面对问题，问题就不会改变；如果你不面对生活，
你会一直卡在原地，无法向前。当你跟生活恋爱时，你会通过情人的眼睛观看这个世界。用爱恋的眼睛观看，意味着发掘每一件事物的美，惊叹每一刻的神奇，在每个人身上寻找爱。把爱带入每一次的人际接触，会改变你认识别人的角度。用爱来看待自己，会创造出真实的内在宁静。每次你不确定该怎么做，不知如何面对内心的恐惧与忧虑，你对自己太严厉，每次跟人发生冲突，就扪心自问，我如何把最多的爱带入这个情境？我如何看到这件事里包含的爱？当你记起障碍是为了教导你功课时，你可以爱他。当你想起对方待你不好是因为要当你的老师时，你可以爱他。当你想起不要停止爱自己，在每一刻都要敬重自己时，你可以爱自己。当你想起每一个人每一件事物都是隐藏的上帝时，你可以穿透表象找到爱。唯有带着爱心，才能得到真正的胜利。唯有去爱，才能成为上帝让我们变成的模样。爱是唯一的解决办法，它与生命的最高目的产生共鸣。或许对你来说，读这本书正是一种启蒙，跟自己重新合而为一，是你人生旅程的真正目的。这是一段神圣的朝圣过程，目的地是你的内心，里头隐藏的宝藏是你的爱。当你找到路，返回你真正的家，内心的居所，你就会发现一个庇护所，它是记忆的沉淀，在里面，你会记起你是谁。你选择爱的道路，你选择从遗忘的梦中醒来，你选择记起你本来的面貌，持有你的目标，相信爱永远存在。它是让你痊愈的力量，一切都是爱。接下来，让我们共同进行一次内在的美好旅程，一步一步的发现和找到我们本来就拥有的强大力量源泉。信任在我们以往的生活中，我们过多的使用头脑，怀疑、否定、猜忌。信任是我们生命旅程的第一课。信任灵魂的旅程，相信自己内在的力量，相信自己值得被爱，相信生命会带我们体验最适合我们的成长道路，相信所有的事件的发生都有它的原因，相信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如果此刻你面对困境，那勇敢地走出困境就是你的功课。如果此刻你感到被伤害，那接纳和爱就是你要面对的功课。如果此刻你陷入迷茫，那么清晰的洞察力就是你要去做的功课。臣服并非认命，放弃自己，什么都不做。真正的臣服是在内在全然接纳当下发生的事，放下情感上的抗拒、愤怒和头脑里的评判、贴标签。如此，你的心才会在宁静中升起更深的觉知。这份觉知会带给你更有效的行动。这时候的行动是基于了解的积极能量，而不是基于恐惧、批判、抗拒的负面能量。觉察、关照和觉察是最简单却最有力量的成长工具。经由觉察呼吸，我们可以进入内在的宁静空间。如果记起来，请每天多次的觉察自己的一吸一呼，觉察微小的动作，觉察脑袋里的念头，觉察细微情绪的升起。觉察而不批判，单纯而温柔的包容、接纳它们，会带我们进入深深的宁静中。那是一条回家之路。情绪是我们内在真实的反馈。每一个情绪的发生，都是在提醒我们，
内部有问题，有需求要去处理，要被我们看见。通情才能达理，不管遇到什么事，先把情绪处理好。所谓静治百病，定能生慧，一颗平静安定的心才能引导智慧的行动。允许情绪经由你充分表达他自己，但小心不要陷入头脑编织的受害者故事中，不要陷入过去和未来的时间幻想中。当情绪升起，就在当下这一刻，让感受充分表达，因为在当下，你是安全的。每一个情绪的升起，都是一个疗愈的机会。像一个旁观者一样，观察自己的情绪，允许他们出来，去看看自己的内在到底发生了什么，真实的自己到底是什么样的，以及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情绪出现。不断在情绪中检查自己的信念、头脑、模式以及创伤，为自己的情绪和生命负起责任。我们很容易陷入自己头脑编织的受害者故事中，但如果你任由自己去当一个怨天尤人的受害者，那么你就放弃了成长的责任，放弃了活出自由的力量。一直待在受害者的位置，就永远不会好起来，也不会让任何事情变好。每个人的生命，只有自己才能为自己负责。我们需要真正的为自己的生命负起责来。不管别人或外在情境激起你怎样的情绪，不要先去抱怨别人为什么这样，环境为什么这样。要问问自己内在为什么有这样的情绪和反应。成长在生活的点滴中，如果你有一位很好的导师带你成长，那很好，但不要依赖。因为即使再好的老师，也没办法帮你过完你自己的一生。我们最好的老师是我们自己，和我们内心升起的感受。如果你的条件允许，你可以阅读书籍，参加工作坊，或者价格不菲的课程。但那都是外在的条件。如果你不把学到的知识落实到自己的生命体验中，即使你学了再多，都只是别人的经验而已，对你的生活没有任何帮助。生活就是灵魂成长的教室，生命就是我们的导师。我们遇见的每个人，生命中的每件事，都有可能向我们揭露成长的功课。只要你勇敢地去关照所有的情绪和苦难，只要你专注当下，煮饭、洗碗、做家务，也可以成为修行。而且积极投身于生活，在人生的琐碎中发现生命的奥秘，在生活的细微中探索内心的真相，远比躲在深山独善其身的人勇敢很多。发现自己的天赋使命。老师说，教育就是发现孩子的天赋，并为他的天赋绽放创造空间。有家长问，怎么去发现孩子的天赋？老师说，观察你的孩子做什么事情的时候处于宁静而喜悦的状态。那些能让你感受到内在喜悦的事，就是你真爱之事，就是你的天赋使命。创造力在爱和喜悦的宁静中绽放，在恐惧和功利的浮躁中枯萎。去做让你充满喜悦的事吧，它们会滋养你的生命。不要试图去改变别人，不管是因为自己的不满而试图改变你的伴侣，或者想要改变你的父母，甚至因为别人的价值观和你的不一致而想让他们做你觉得应该的事情。请记得，我们不能改变别人，我们只能经由自己生命状态的改变，去创造一个让改变发生的空间，创造一个让改变发生的能量场。检查我们自己的信念，我们是否希望通过改变他人来更好地满足自己，让自己过得更舒适快乐？
没有人能够去改变另一个人。如果对方改变了，也是因为我们自己做得足够好，成为了很好的榜样。把目光放回到自己身上，改变自己，一切就都会改变了。接纳父母，父母给了我们生命，让我们有机会创造自己的人生。父母是我们最合适的父母，父母对待我们的方式是最恰当的方式。如果父母无条件爱你，你选择他们是来体验世间美好的；如果父母不那么无私爱你，你选择他们是来让灵魂成长的。父母是陪伴你完成人生最艰难、最深刻的功课的人。不管父母是什么样的，是否如你所想的爱着你，你都需要从心底真心接纳你的父母。如果你让自己陷入怨恨，就失去了生命源头的力量，也错失了人间最伟大的爱。感恩和祝福，时常感恩会让我们的生命发生奇妙的变化。试着每天发现10件让我们感恩的事。让自己内心富足的最好的方法，就是不断去感谢周围的一切；而让自己充满自信的最好的方法，就是不断去祝福周围的一切。祝福会让你内在的爱自然流淌，感谢会让宇宙的爱源源不断流向你的内在。希望生活中的你如日春风得意，振作起来。